10大原因促成美国放弃变循环发动机，中国军工的机会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元绍。过去一提起中美战斗机之间的性能对比，懂不懂的人都会提及中国战斗机存在着心脏病的问题。就算歼20换上了涡扇10发动机，并将大批量的换装涡扇15发动机，还会有人说美国即将列装变循环发动机，而这种发动机还会领先中国一代。其实对美国人在发动机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信心可以有，但是脱离现实就不客观了，因为现实很残酷。据美国福布斯网站报道，美国军方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淘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发的变循环发动机的时候了。而且呢，他们还给出了10大理由。那么一款代表着未来战斗机先进动力的型号为何会下马呢？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提出的10大下马理由。第一，它不符合战斗机提升性能的最佳改进方式，因为改进航电设备远比更换发动机来得更加有效。第二，当前为 F-35战斗机配备的 F-135发动机已经能够提供实施 F-35 Block 4升级所需要的所有电力。通过修改某些核心装置，其发动机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同时呢还能减轻发动机的压力。第三，变循环发动机的研发成本太高，开发这么一款先进动力装置需要的资金大约是改进现有发动机成本的3倍，这还不包括双重供应链、备件储备、维护等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变循环发动机要增加半吨的重量，还涉及到对战斗机的其他改进，非常复杂。第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盟友国家对换装变循环发动机感兴趣，这从而破坏了美国军队，因为一旦为 F-35换装变循环发动机，就会破坏美国军队与其盟友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后勤保障。你可以理解为，如果这款发动机只有美国军队使用，那么在国外作战时就无法统一后勤保障。第五，增大了后勤保障的复杂性，一旦将多种发动机引入机队，物流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成本也会增加数百亿美元。第六，技术风险太高。如果为 F-35配装变循环发动机，那么它的技术挑战要比直接改进 F-135发动机大得多。第七，装备时间晚，也就是不知道这款发动机什么时候能够成熟。空军和其他军种对快速部署 F-35战斗机的 Block 4升级版非常焦虑和着急，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威胁，而且50多项升级项目中，大部分都要取决于战斗机发动机所产生的电力，而换装一台新的发动机不可避免的会比升级现有发动机花费更长的时间。第八，新型的变循环发动机如果交付部队，必须经过外国盟友的安全认证，交付给任何外军之前都必须进行费力的测试和官僚审查。第九， F-135发动机仍有开发的潜力。目前 F-35战斗机的空军版、海军版和海军陆战队版本的 F-135发动机都曾未升级过，完全有性能提升的空间。第十，财政困难。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你是采用一款刚刚研制成功的成本很高的发动机，还是采购一款技术成熟的发动机，将会直接影响战斗机的生产数量。显然用现有发动机改更合适。变循环发动机曾经被认为是未来6代机的理想动力，而美国放弃这一项目，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在下一代战斗机的动力选择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了，也预示着中国赶超美国的机会来了。当然，一款发动机是否有前景，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看其技术性能是否足够先进，还要看采购成本、维护成本以及技术的可靠性等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变循环发动机距离投入实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在战斗机的心脏领域几乎是停滞不前，
而中国当然有机会积累更多的成熟技术，从而为下一代战斗机的发展提供理想的动力选择。在很多人看来，涡扇15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战斗机动力装置的发展进入到了自由王国。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的确能够证明中国现在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顶尖。由于我们现在拥有了研制先进动力装置的科研团队，有了相关的技术积累，谁敢说美国人搞不成的变循环发动机，中国就不会提前使用呢？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